不好意思，我们找谢干干。干！啊，他妈的！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档期。来，我摸个手。他妈的，刚刚操鸡掰！今天呢，就要带大家来我们公司做一个 room tour， 所以我们第一个带你去的就是我们最私密的空间，跟我来。那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空间。我们这个厕所花了重金打造了灯光系统 ，IKEA 的布灯，它可以随意的调整光线的角度。一般使用这种聚焦型灯光会太过刺眼，加上是一个全白的空间，所以我们在前面贴了一片啪屏。毕竟我们是专业的影像公司，对灯光这种要求也是很高的。每一个良好的公司都必须要有一个干净的马桶，干什么呢？就是要装你的屎，这是我刚刚拉的屎。想知道更多拍片消息吗？那我带你去看我们下一个空间 ，Let's go！ 哎，我的办公座位，我有世界上最好的电脑，把我的电脑拿给我。这就是我的电脑，还有钢铁人的配色，这是东尼·史塔克亲自设计的高科技剪接电脑，看到吧？我就用这个小型的超级电脑带领我们的公司到下一个事业的高峰。接下来就为各位带来公司第二个空间，叫做李小姐。有些人说呢，打电话到档期进来，那个声音听起来像0204。李小姐呢，她就是电话专员之一。虽然看起来无害，但其实是一个变态的人，什么话题都可以跟她聊。所以说，大老板们，我觉得你们也可以尝试着自己打电话来我们公司，体验一下这个感觉。那我们也不会收取0204的价钱，因为我们需要的不是你的电话费，是你整个案子的预算。电费算了。这边呢是我们的看片室，我们的看片室呢不像其他的影像公司，他们会特地搭一个看片室，我们朴实无华，我们就在剪接师的电脑旁边看，对吧，体育老师？你说的都对。体育老师呢是这个空间里面第一个拿我钱的人。这个人呢，就是劳碌命了。他除了他自己的片，我的片，他还剪绝像的片，这是搞什么呢？这个偶像歌手嘛，好好的歌不唱，然后要当导演，那光芒都被他抢走了。哎，讲到这个就来气，他怎么不教我们唱歌呢？他有教我唱歌，辛苦你了。哦，就这样的片，他搞的。我早就跟他们讲，不要搞办公室恋情。在我身后呢，是一个导演，叫做沙宾。他是体育老师的马子，但他们呢就跟我争执说，在加入这间公司之前，他们两个已经发生过关系，所以他不算是办公室恋情。那沙宾呢，从我们公司的制片、导演、剪接、宠物沟通师，他都已经做得非常的完善。我们也是有在接洽宠物沟通的这个业务，所以你还没练好，给我练好，操！这个是个女性抬头的时代，很多的男性的影像工作者都没有办法取代她的位置。她男朋友是体育老师，每天看到她回家跪算盘，拍得再好又有什么用？叫她吃屎吃屎，教体育老师握手。体育老师昨天晚上跟我说，狗才握手。好，我们到公司的下一个空间 ，Let's go。坐在我身后的呢，就是第三个看片室的超级员 ，Editing Engineer。这个超级员呢，本身有一些特殊的性癖好，在他超级员的身后，他贴上了别家艺人的写真照片。再来，你看一个影像公司，除了技术含量以外，还要很多的器材。看他身边，这叫做延音踏板的器材，这怎么用啊？然后这边挂一个雨伞，这个挂雨伞呢是大学生的一个暗号。我以前在大学住宿的时候，因为我们是4个男生一间，我们有时候呢会带女生去房间里面，打炮啦。我们这个年代还没有智慧型手机，所以呢，我们就跟彼此讲说，我们只要在门口挂一个雨伞，就代表我们正在里面打炮，然后先不要进来，那我们就先不打扰，先往下个地点移动。
多久了？大概8个月。这个超级员呢，在加入我们档期之前，他是一个鼎泰丰的小笼包师傅。没错，我是个狼人，去了一点我就是恨，就算打乱我的构图，我也用尽全力滚。小笼包跟小笼汤包是有什么样的差别吗？一个有汤，一个没汤。这不是废话吗？这是什么样的秘密可以让鼎泰丰的包子有着多余的汤汁，可以击败其他小笼包业者？它的不同在于师傅的汗水造就了这个小汤包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它桌上的硬体。这个笔电548颗 CPU，7749颗 GPU。大家有看到这个线？到处我们天花板都是这个线，是尿管。3号超级员小恶魔，他以前有因为剪接得膀胱炎，后来我就从厕所做了一些导尿管，他们就可以在边剪接的情况下边排尿，这样就不会有膀胱炎。多久没有站起来去上厕所了？大概1个月吧。你看多么有趣的体验 ，Cyberpunk。比较细的东西就是装液体嘛，那所以这个比较粗的是什么东西呢？这个就是粪管。哎呀，这位超级员呢叫做 Michael， 是我一些废片的导演，他会常常叫我拿卫生纸，叫我假装讲一些打手枪之类的笑话。Faster, better, stronger, stronger, Culture Shock， 他是一名外劳，但是他在我们亚洲国家非常的融入跟 fit in。为什么要用外籍劳工呢？是比较便宜，对吧 ，Michael？外籍劳工做事的话，其实他们都是非常的认真，像他划算实用。接下来第6号看面试的超级员呢，是我们公司最大有来头的一个同事。出生之都不为苦，来是大丈夫，气焰我藏不住，男子汉大丈夫，来是大丈夫。他非常的有钱，没有，这是什么？这是劳力士绿水鬼，他自己的配车是一台保时捷。那当初面试的时候，我就问他说：“哎，你怎么会想要来这里上班？”他就说他已经体验过太多完整的人生，想要吃一点苦头。听说这边是整个影视产业里面最辛苦的一家公司，那他决定来这边休息。然后时间到了以后，他会买下我们公司。到时候你要叫我升老板。反客为主，加油！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哎，哥，继续讲。这一位呢，是我人生遇过最会订便当的制片。他很懂得吃，为什么他懂得吃呢？来，你转过来一下，他是不是长得很像国文课本里面那些古人？我看一下王安石。虽然你看哦，古人是有胡子的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，尤其是没表情的时候，特别有国文课本的味道。那订便当这种事呢，就是要相信古人的智慧。他从元朝吃到现在，他对于美食的认知是超乎我们的想象，所以交由他去订剧组便当，他是最完美的选择。那我再带大家去看我们下一个场景，拜拜。这个看面室呢，是我们重金打造最豪华的看面室，它同时拥有了录音混音的功能。那在我身后呢，是一个 engineer 子俊，他对声音工程的处理非常的有想法，更能掌握。子俊呢，目前在北艺大担任他们的录音室助教。那助教上面是什么？没有上面，你没有老板。我没有老板。What？ 子俊呢，在北艺大的录音室担任最大的职位。并不是。子俊这个人呢，他是一个器材控，他会不断更新他的软硬体知识，然后推荐给我，因为我也很喜欢这个东西，我就不知不觉的一而再再而三的买下去。他叫我买玩具给他玩，直到有一天我醒，因为他越界，我怎么知道他越界的呢？他有一天，他传了一个按摩椅的连结给我，按摩椅跟剪片做声音都没有关系，纯粹是他个人舒服。他跟我说他脊椎不好。那一瞬间，我感觉我被玩弄。子俊，你来了这么多天，开心吗？开心。那接下来我们回到大岛 ，Let's go。这影片要干嘛？
爽啦，爽啦！接下来这一位，相信不用再特别介绍了，现在公司的当红炸子鸡。我是美丽本人，本名叫做李宝碧，今年31，但外表特老气，身高173，体重有91，驾照我有小型车，我还是老司机。最近呢，公司想要替他发专辑，我不要，我就不懂。当一个公司想要投资一个艺人，帮他做一张属于他的个人专辑，录下他优美的声音，为什么一个艺人会没兴趣呢？我前面经历过很多痛，我经历过很多痛。吃饭吗？纯吃饭吗？Freestyle 这么难？没有 freestyle 很简单，freestyle 你只要想着押韵，然后讲话，你就会 freestyle。不信我们来试试看。这件衣服其实70摆烂，遇到水之后它可以极致快干，哦，但是它看起来70呆板。哇，哦哟，拜托啦，你出唱片嘛！哦哟，拜托我卖脸啦！你出唱片啦，我卖脸啦！我缺钱啦，我缺脑啦！先不要给我答案，我们去下一个空间，拜拜。神经病。相信大家都已经理解我们是多么专业的影像公司，所以之后有片就记得找我，我的档期时候不早了，赶快滚出去，我们要开始剪片了，拜拜，快滚，快滚。